Hello，大家好啊，好幾天又沒見。正常來講，像我這樣的口播博主吧，像這個西康老師啊，大部分都是這種日播，是吧？每天都會出來說一說。哎呀，你這嘴這麼碎，這個鳥，我說你就說，是吧？你先讓我說。這個，但是我呢，這個生活重心不太在這個 YouTube 上啊，因為生活中還有好多的事情要去照顧，啊，或者是工作呀，還是家人吶，對吧？所以說，我的重心還是，放回到了这個生活中。也正是因為這樣啊，就是別看我是個，沒有多少訂閱的博主啊，我是一個小卡拉咪，是吧？小卡拉咪博主，但是由於我的頻道是這種怎麼說呢，揭露頻道，是吧？啊，就是揭露一些不法行為做起來的號，所以我的黑粉也比較多。我的一些粉絲也跟我說啊，我的一些觀眾跟我說，哎呀，你怎麼不出來解釋一下啊？那些黑你的這個 AI 號怎麼樣？其實我想說的就是，他們對我的實際生活構不成多大的影響啊，因為我生活的重心還是在这個我的實際生活中啊，我每天還是在做着音樂的工作呀，還有就是照顧家人吶，或者是享受生活啊。現在我也在減肥，所以我的生活重心是在這個現實世界中啊，所以我不太想去浪費很多的時間去處理這些事情。當然，如果說，真的是誤會非常大的時候，我也會出來說啊。但是一般情況下，我真是懶得出來去說這些事情啊，沒有必要。和大家聊一點開心的，或者是，無關於我個人這種，對吧？這些瑣碎的事情沒有意義，我覺得。我又不是什麼社會名流，一個什麼。大咖，是吧？我的一舉一動會影響到很多人，到那個時候再說吧，好吧。今天想說的這個主題呢，其實就是最近啊，由於於朦朧這個事件引發出來，公眾對於中國娛樂圈的一些口誅筆伐，可以說也是中國內地娛樂圈的這個至暗時刻啊，可以這麼講。大家對於這些已經非常有名望啊，非常已經有名氣的這些老人啊，老明星們，也是提出了各種質疑啊！你們突然怎麼就返老還童了？怎麼就是年輕了？之前還像老頭一樣，頭髮花白，滿臉皺紋，行動遲緩啊！到現在你突然之間生龍活虎的，但是咱們也知道啊，這個現代科技好多這種。咱們都接觸不到的這種各種方法，是吧？只要你花錢，當然有沒有這些非法的方法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也許有吧，也許真的是有吧。因為這個世界上什麼東西沒有呢？有黑的就有白的，有好的就有壞的嘛，對吧？我覺得任何可能都是存在的，但是我想聊的就是對於娛樂圈究竟是怎麼一個狀態啊？因為我好歹在中國的時候也是在音樂圈工作嘛，因為音樂圈跟娛樂圈它只是一牆之隔，但是牆上還有個門啊，有的時候我們互相還能串個門，所以說像我們這種在大部分時間在音樂圈幕後吧，也就是銀幕後面去工作的這些人，其實都是一些民工。音樂民工啊，也是打工的啊，我們做歌也是計件，我們錄吉他也是計件啊，是吧？我做了一個曲子，賣了多少錢啊？我混了個音，我錄了個吉他，我收人家多少錢？這個都是跟這個路邊賣煎餅、賣水果的沒什麼差別啊，都是做買賣。但是呢，偶爾呢，我們通過這道門也能聯繫到娛樂圈裡的一些人。對吧？或者是一起共事，對吧？小了講呢，走點什麼綜藝啊，現場的節目啊，是吧？這個是我們作為樂手在北京的時候，經常會，跟娛樂圈有這個瓜葛的這個方面啊。再不就是跟一些劇組啊，或者怎麼樣的，對吧？很多其實，所以我們音樂工作者對於內娛的這些了解，要比普通人要好一些。如果你是一個從幕後做的非常有名，像什麼張亞東老師啊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這個音樂圈的這個，你外形又好，你又招人喜歡啊，可能就跨界到了這個娛樂圈。所以，
道聽途說也好啊，或者是沒吃過豬肉，我們也見過豬跑，對吧？所以可以這麼說吧，亂是挺亂的，確實是挺亂的。你說於朦朧、喬任梁他們是唯一受害的嗎？其實我都不這樣覺得，真的，我都不敢說啊，他们就是例外，他们就是特例，我真不敢说。就是从最早从港台娛樂圈聽到的種種傳聞吶，就是什麼社會名流，什麼富商怎麼玩女星啊，或者怎麼甚至玩男星啊，到現在，對吧？我覺得發展到後來去鬧出人命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吧。你像全世界的娛樂圈，我覺得都不怎麼地啊。你像美國，是吧？之前也要鬧出來一個什麼愛潑斯坦名單裡面的社會名流，包括政界的，是吧？娛樂圈的，是吧？然後什麼蘿莉島，對吧？就是戀童癖這些人。其實針對於全世界各地的這種娛樂圈的醜聞都層出不窮，可能日本會稍微好一點，因為日本這個社會啊，它普遍要求這個藝人都是比較向上的這種精神頭啊，不能是宣揚一種萎靡的，是吧？一個一蹶不振的這種特別負面的這種情緒的啊，這不像我舉個例子，假如說一些 rapper 啊 hip hop 這個音樂圈的，有一些這個褲子就穿在這個都快掉到屁股以下了，是吧？拴個金鏈子。有的在美國的這些 gangster 文化的又玩槍什麼，旁邊有2個大妞什麼，或者是嗑藥，是吧？就是有點標榜這種混亂的生活狀態的這種，在日本好像是不太允許的啊。所以說日本它在對於藝人的這方面的要求上，也都是比其他國家的這個娛樂圈要稍微嚴格一些啊。你像這個酒井法子，我上一期也說了嘛，涉毒，然後可能在美國這就不是個事兒，但是在日本他幾乎就快要走到了這個事業的終點，是吧？然後或者是什麼出軌啊，或者什麼樣的，其實在日本也都挺嚴重的。所以說在這個娛樂圈大差不差啊。大家也不要說就是覺得咱們一時的努力會改變什麼，不會的，其實真不会。是咱說這個是有點就是沒有信心，是吧？但是確實這個圈子它不會因為咱們個人的這個意志發生什麼轉移。如果說咱們是為了討公道，我覺得這個是天經地義的，一定要討公道。無論你這個圈子再亂，你殺了人了，你害了人了，你就該償命，你就該坐牢，对吧？這個是天經地義的，這是因果循環的，對吧？但是我想說的就是大家对所有娛樂圈都有一個清醒的認知，而且也是奉勸啊，家裡有喜歡文藝的這個孩子的這個家庭啊，父母你們多把着點，是吧？學音樂無可厚非，是吧？大不了就是日後以這個音樂謀生，像我們一樣作曲、編曲、寫歌詞，是吧？去演唱會彈琴，對吧？這個也屬於一個技術工種。但是，一旦進了這種什麼演藝圈啊，什麼演電視啊、演員啊，或者是知名的歌星啊，有一些可能也都會涉足到這種醜聞裡。就是家裡的孩子，如果說有一些正事幹，就別讓他進這個圈子。真的，於朦朧不會是最後一個，喬任梁也不會是最後一個，對吧？就是咱們改變不了就遠離嘛，是吧？就是這個意思。總之就是娛樂圈的這個水其實深是挺深的。後來我也不太想說了嘛，也是因為就是我家人也都在這兒啊，然後中泰又這麼近，對不對？咱能怎麼說呢？就是發到自己力所能及的這個狀況嘛，啊，這種程度嘛，對吧？但是我可以說點別的，可以讓還沒有進入到娛樂圈的孩子去遠離這趟渾水啊，遠離這盆髒水。我覺得，是我還能說的這麼一個內容啊。其實我也會擔心啊，因為畢竟嘛，這個我家人也都在這邊，是吧？我還得去陪伴家人啊。我也不能说我是收到了什麼威脅啊，或者怎麼樣。当然也是有國內的歌手朋友勸我，你別聊了。你別再聊這個事兒了，你要是再聊這個事兒，以後就沒有人敢找你做歌了，
就可以这麼講啊，就是怎麼說呢？就是能力有限，確實是能力有限。我不像大家想的那樣，我是在洗地啊，或者是在搞這個風向啊，並不是，因為裡邊好多事情，真的好多這個朋友都勸我，你別再繼續說了啊，對吧？你想做你就做，但是說你再繼續這麼說，你還想做中國這個圈裡的工作嗎？對吧？我這麼說大家都明白了吧？都懂了吧？對吧？所以後來我去這個台灣佛光山給這個於夢龍做的這個叫什麼來着？廟堂修繕的這個功德是吧？這個照片我都沒發，這個但是有人證啊，是不是我看是3米，是3米，3米和振龍啊，這個我有人證。对，就是總之就是這個世界吧，我們還是盡量要往美好的這個方向去看。這個宇宙也是這樣嘛，是吧？就是有黑有白，有這麼一條很明確的分界線。所以說我們能做的努力就是讓這個世界能夠變得好一點啊，讓善良的人少受一些傷害啊。我現在做的也是讓這些孩子們啊少受未來的傷害啊。離這個圈子稍微遠一點，當做愛好無可厚非。你願意拍電影，咱們現在拿個手機 iPhone 17，你這都可以拍一個什麼特寫啊、大廣角啊、什麼運鏡，你都可以去玩啊，自己可以當自己人生的導演嘛，沒有必要去把自己的這個性命也好、未來也好啊，你的青春都交給別人去掌握、去禍害啊，沒有這個必要。總之今天的這個話題呢，講的就是家裡有抱着這個演藝夢想啊，或者是這個當演員夢想的這個家長們啊，尤其是在中國的這個娛樂圈的這個中國境內啊，盡量讓孩子遠離這個東西。學習不好，就非得去學這個表演嘛，是吧？你學音樂。是吧？那個實在不行，我覺得藍翔技校也挺好的，真的。那實打實的一個這個技能啊，是吧？我之前了解這個sorry 啊，這個嘴。我之前去了解這個澳洲的這個移民時候，就了解到，其實這個高學歷的人才在澳洲其實並不吃香。因為這種很發達的國家，像澳洲啊，是吧？資源豐富，人又少，是吧？然後又發達，它其實不缺這些受過很高教育背景的這些高精尖人才啊。他們競爭是非常激烈的，在這種移民的这個清單上，是吧？往往移民清單上最需要的啊是這些什麼護工啊、社工啊、木工啊。是吧？甚至最近我看到有一些偏遠的這個州，塔斯馬尼亞嘛還是哪兒，就也還需要音樂制作人。所以說，現在來講，就是並不是說你是個藍領啊，你是個工人，真的是那個看起來非常的上不了大雅之堂的這麼個工作，還真不是啊。就是無論你是什麼領，只要你努力工作、努力生活啊，你都是受人尊重的，都是能夠獲得美好人生的啊。就所以说，国內好多這個孩子的家長啊，覺得孩子在國內那種體制下啊，學習不好。但是還想強留在國內去選這麼一個其他的這種那個行業，我覺得把眼光放得稍微遠一點嘛。其實孩子最值錢的是什麼呢？是他們的青春，是他們的時間，是他們的年輕的這種狀態和他的年齡啊。所以說很多這種移民國家它是缺這種年輕人的啊。所以為什麼說移民就是年輕人？越年輕啊越好，越走出去越好。所以就是如果有這些孩子啊，你學習不太好，也不是学習那塊料，是吧？像我們說八字裡就沒有印，是吧？沒有文憑啊，沒有學習這一塊的這個，你就讓他學點技能啊，送到什麼澳洲讀個 TAFE 啊，對吧？然後畢業了之後有讓你在當地能夠獲得工作的這個機會啊，然後你通過工簽，通過這個移民政策，你可以留在當地啊，你也是改變人生、光宗耀祖的這麼一個方法啊，不一定是說你這個學習不好就往娛樂圈混啊，是吧？覺得這個是一本萬利，哪有那麼多好事一本萬利啊？啊，你是跟魔鬼去做交易的，不是一本萬利，你的所有本錢都會交出去，你就是你人生最大的資本，你把你自己都交出去了。對不對啊？所以咱們從近期於朦朧的這個事件啊，是吧，也可以發散的去思考到，
中國娛樂圈的一個現狀，以及中國在經濟下行的這麼一個情況下，在百業快凋零的這麼個情況下，是吧？不太好混生活的情況下，孩子们怎麼去選擇這麼一個未來啊？咱們把這個眼光放得稍微長遠一點。今天呢也沒有個什麼太明確的目的啊，就是想說一說這個娛樂圈啊和一些孩子啊關於未來的這些選擇呀，也包括我們的選擇啊，都一樣。咱們把這個維度拉高，把眼光放開啊，可能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。好吧，那麼今天就簡單跟大家瞎聊到這兒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